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家的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6季第13集。30年前，春田镇召开了一次镇民大会，在这场会议中，市长汉斯定下了一首镇歌，这首歌对春田镇极尽赞美且容易演唱，镇民们一唱就是30年。猫鼠大战游戏里的城市，只有春田镇能让我开心，欢乐尽在春田，欢乐尽在春田。突然某天，老谋子让大家别唱了，他说前些日子在塔斯卡鲁萨度假时，听到那里的人唱的城市赞美歌和春田镇一模一样，只是把有春田镇的地方换成了塔斯卡鲁萨。其实不只是那里，还有很多其他城市也在唱这首歌，甚至还包括了外国人和外星人。春田镇的人们一直把它当作专属歌进行演唱，突然间得知这个消息，根本无法接受。这时市长发现这首歌是前任汉斯写下的，于是人们将矛头指向了这位前市长。被逼无奈之下，汉斯只好说了实话，这首歌是他从一个售货员那里买来的。当时那人把这首歌卖给了美国近一半的城镇，汉斯也是抱着侥幸心态，以为镇上不会有人离开，所以没当回事儿。为了惩罚这不负责任的前市长，人们把他绑在马上送走了。人可以送走，但歌不能没有。辛小妹毛遂自荐，表示她可以写一首原创赞美歌。市长一听，那合适的不得了，当即就拍板了。接受了这项光荣任务后，辛小妹就开始行动了。没想到创作的过程中，新发现的小新这颗好苗子，不管是哪个单词的押韵，她都能接上。这有什么稀罕？你的生日歌不就是我写的吗？这么一说，辛小妹也想起来了，是你和那个自以为是迈克杰克逊的精神病人一起写的呢。说罢，他就邀请小新也加入创作镇歌的行列。得知未来有可能吃到妹妹做的布朗尼，小新答应了。至此，兄妹俩的组合就正式成立了。他们一起写歌，一起演奏。几天后，成功创作出了春田镇新赞美歌。首秀那天，会场是座无虚席，辛爸还用胶带提前占了2个绝佳的位置，就是这座位对他来说有点小，好在他带了个牛角臀拔子，才勉强安放了他的肉肉。帘幕拉开，兄妹俩出现在舞台中央，他们一上来就唱大实话，把春田镇说的一无是处，没啥特别。地线，春田镇的骄傲，从没上过热门，不过之前都是在铺垫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问我为什么爱春田镇，不如问为何不爱。我们仅有过一次龙卷风，我们也许没有丰厚的文化底蕴，但我们依旧为春田镇喝彩，没有堆砌辞藻的浮夸赞美，有的只是切实的热爱。或许春田镇并不完美，但它依然值得歌颂。这份真挚的爱镇之心征服了在场所有人，他们纷纷站起身，为这群优秀的孩子们鼓掌。然而有一个人例外，他就是辛爸。因为过于肥胖，他卡在座位上站不起来了，偏偏一旁的辛妈又在不停催促他，心一横，一用力站起来了。但和他同时起身的还有一排椅子，人们被这幅滑稽的景象逗乐了，这让辛爸觉得很难堪，也不管身上还背着椅子，直接转身横扫整个会场，不仅把吊灯拍了下来，还发射了座位号炸弹。看着周围群众对自己如此恐惧，他更觉没脸见人，撇下椅子就飞速逃离了现场。辛爸这场闹剧算是让自己彻底出名了，报纸上的头版头条都是由屁股引发的血案。他因为肥胖闹出的洋相也不是第一次了，这次连辛妈都不想安慰敷衍他了。我听腻了你说飞机越来越小，有2位总统还比你胖，还有听了妻子这话，辛爸明白了，就是嫌他胖呗。他发誓一定要减几斤肉给辛妈看看，从现在开始1年时间，我只喝果汁，每天早上灌肠1次，每晚睡桑拿房汗蒸，就算减肥也不用做到这种程度吧，简直就是玩命了。辛妈告诉他不必独自面对困难，然后就拿出了一份饮食过多者互助会的宣传册，让辛爸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减肥。虽说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，那些互助会也没能为迷茫的人提供帮助，而只是让他们对另一种东西上瘾了，戒酒的去抽烟，戒烟的去喝咖啡，戒咖啡的又去喝酒，如此种种，周而复始，没有终局。这时辛爸看到了一个满是胖子的房间，本以为这里就是减肥互助会了，不曾想这竟然是增肥鼓励会，1个月重7磅，还被告知要继续努力。得知他们以胖为美，辛爸一下子就来劲儿了，你们有什么零食吗？那他可算是来对地方了，各种高热量美食是应有尽有。不过辛爸还是勉强守住了本心，想起曾经向妻子保证过一定要减肥，没想到他正准备离开时，门被关上了，留下他的是协会创始人阿尔伯特。他告诉辛爸说，他的妻子只需要一点点开导，还让他跟着自己念我很伟大。
我很帅，没人能让我为自己而难过，因为这就是我。你还真别说，这话的洗脑效果还挺强大。辛巴当场就把阿尔伯特奉为自己的偶像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将这段经历视为人生的转折点。辛巴听他如此说，还以为这货终于想通要减肥了，谁知他所谓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意思是他们教导我说不需要减肥，我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。这过山车坐的，辛巴差点没背过气去。他现在是悔得肠子都青了，早知道不该让辛巴去什么互助会，可现在说这些也晚了，他都已经开始给体重秤赔礼道歉了。真对不起，我居然狠心的把你摔出房间，还说你是骗子。当你告诉我有260磅的时候，你只是在鼓励罢了。我的潜力被你写成了诗，我要开始为我的体型而庆祝。好家伙，辛巴现在是彻底魔怔了。仅仅是自我洗脑还不够，辛巴还规定朋友们也不许使用带胖的字眼，甚至有一点点沾边的都要禁止，诸如棉花糖、大象一类。既然聊到了这个，老谋子也有话说，他想告诉朋友们，每次他们称呼自己为石像鬼、洞穴人或者侏儒的时候，他也觉得很受伤。不料收获的却是，谁会知道地精也有感情呢？这时忽闻外面传来了一阵呼声，我大我骄傲。辛巴立刻起身告辞，说是找到了比喝酒更重要的事，那就是吃。原来是鼓励会的人冲了一家服装店，就是因为这里的老板规定服装腰围是2尺1。阿尔伯特认为这是对年轻人的迫害，对胖子的歧视，他号召成员们终结这场瘦子的疯狂。不料还没开始，警方就抵达了现场。这种扰乱社会治安的集会自然得受到制裁。可笑的是，韦根警长居然也是鼓励会中的一员，于是警长两眼一闭，让手下也将自己逮捕。这下好了，镇上所有的胖子都被关了，这密闭的监狱估计呼吸都困难。辛巴倒是没被关多久，辛妈就来保他了。面对他们的领袖阿尔伯特，他直言不讳，表示觉得丈夫加入他们是糟糕的事。此话一出，阿尔伯特立刻不同意了。漫漫人生路若不尽兴，意义何在？领导发言那就是不一样，一句话就把辛巴的馋虫引了出来。眼前那些胖同伴仿佛变成了甜甜圈和薯条，而辛妈在他眼里则成了干瘪瘪的芹菜咀嚼棒。辛巴立刻选择了重新回到同伴中间。辛妈现在难过极了，丈夫选择跟一群陌生人蹲监狱，都不愿跟自己回家。看妈妈如此难过，小新说可以用音乐来解决问题，还叫上辛小妹说要写首歌转变老爸的思想。辛小妹一脸懵的跟出来，才被告知那只是权宜之计，小新只是单纯不想和辛妈待在一起罢了。结果就是孙妹俩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写歌的灵感。被放出来之后，鼓励会的成员更加变本加厉了，我们不会自觉渺小，因为我们本来就很庞大。这时辛妈带着孩子们来到了现场，想通过孙妹俩的歌曲唤醒丈夫的理智，然而两人已经江郎才尽，根本没写出歌，看来他们也是指望不上了。辛妈就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观点，她说后悔想要帮辛爸控制体重，虽然她依旧觉得自己没错。听到妻子这么说，辛爸很欣慰，觉得他终于想通了，赢不了阿尔伯特这种大块头不是你的问题，可能是实在气不过。辛妈就问他，你怎么能跟一个都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的人混？他这话激怒了阿尔伯特，他决心向众人展示他才不是那个站不起来的人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他扶着车把手就站了起来，双脚踏在地上的时候，杯中的咖啡都掀起了涟漪。终于他站起来了，发出了一声如雄狮般的怒吼，大家伙儿跟着我一起迈向明天吧。然而话音刚落，他就捂住心脏倒地了。洗医生摸了一下脉搏，这人已经凉了。这大块头可忙坏了殡仪馆的人，火化的骨灰居然装了10几个罐子，还外加一麻袋。为表对偶像逝去的伤心，辛巴还破天荒写了份悼词。阿尔伯特告诉我们，人人都有自豪之处，任何群体都不应该受到辱骂。他走得太突然，离开的时候才23岁，我的天哪！大家伙赶紧去锻炼身体。没想到阿尔伯特竟如此年轻，辛巴终于意识到了错误，他终于明白妻子的话是对的，而且感动他一直不离不弃。为了报答这份情谊，辛巴发誓一定会瘦下去。之后的岁月里，他确实做到了坚持锻炼，虽说中途也有反弹，也曾把肉转移到了其他地方，不过好在经过了漫长时间，他终于瘦下来了。辛小妹很高兴老爸终于成熟了，不像小新都是个大人了，思想还是那么幼稚。这话眼镜仔可就不同意了，毕竟他现在是小新肚子里的蛔虫，思想的源泉，人人都有自豪之处，任何群体都不应受到歧视。这句话单拎出来似乎没毛病，然而放在本集的语境中似乎就不那么对劲儿了。用此话来劝说自己和别人心安理得的糟践身体，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和不负责任。诚然生活苦短，及时行乐，每个人都有对待人生的看法和所选择的道路，但若是不加节制的纵容欲望，甚至无端排除异己，企图消灭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，那么本质上与那些歧视的人又有何区别？在如今这个多元化的社会，我们确实应该尊重且包容和自己不同的群体，但也必须要抵制人们一切伤害自己的行为。
行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